改变时代命运的超级战舰——机动战士高达 The Origin 设定和剧情解说第12集0079 White Base 白色基地是联邦军研发的一款搭载机动战士作战的强袭登陆舰。该舰一改联邦军过去一直秉持的大舰巨炮思路，参照吉翁运行姆赛级的方式，将自身作为搭载平台，以机动战士作为进攻核心，来代替由战舰组成阵列的舰炮对轰模式，能够做出如此重大转向，可见联邦军的战争思维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就在卢姆会战当中。这场战役，联邦军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因此联邦军对战争进行了重新审视，开始认识到米诺夫斯基粒子的应用，使得导弹和舰炮等手段的攻击效能受到了极大压制，从而让战场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于是视距之内的战斗开始成为主流，以吉翁的机动战士为代表的新型装备代替战舰成为主力装备也就不可避免。而这一点在刚刚结束的卢姆会战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对于刚经历惨败的联邦军来说，这个体会可谓是十分的深刻。于是联邦军一边加快推进 V 计划，发展属于自己的机动战士，另一边建造全新一级战舰飞马级强袭登陆舰来作为机动战士的搭载平台使用。而白色基地便是这一级舰艇的2号舰。与1号舰飞马号相比，白色基地因为要用来秘密接收机动战士的关系，特意将武装都改成了内置的方式进行隐藏，使自身看起来像民用船只，避免引人注意。其主要的攻击手段是2座分布在舰桥前后位置的大口径双管舰炮。当白色基地进入战斗状态的时候，外层装甲板就会展开，将这2座舰炮显露出来，对敌进行攻击。包括后来大修时，在尾部还新增了4管光束炮，用来加强对付从后方追击的目标。除了这些武装之外，正前方还设有4座副炮，来用于加强正面火力的输出，整体火力基本相当于萨拉米斯级巡洋舰，所以能够与敌军主力舰正面进行对轰。同时在舰艇前端2侧位置还设有导弹发射装置，来进一步加强白色基地的火力打击能力。而在防御方面，在前端舰桥和后方这些位置都布置了大量的防空炮，这些防空火力不但覆盖范围广，而且输出的火力密度很高，一瞬间就能在舰体周围形成弹幕，场面看起来仿佛一堵墙一样，使得机动战士不太容易靠近进行攻击。另一方面，白色基地属于是空天两用的作战舰艇，所以也会配备一些针对地球环境使用的武器，比如用于打击水下目标的深水炸弹。当发现了目标以后，只要舰长一声令下，就可以对目标所在的水域瞬间完成投放，然后下沉到目标所在的深度进行引爆，利用水中不像空气易于压缩的特点，通过引爆后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将目标摧毁。整个过程与水面舰艇进行反潜作战没有太大区别。除了准备适用地球环境的武器之外，白色基地也对舰体的造型进行了适应大气层飞行的优化。这其中最明显的地方便是舰桥和推进器位置的可变机翼结构，与战斗机使用过的可变掠机翼一样，既可以通过展开机翼来提升力，从而适应在大气层中进行飞行，也可以收起机翼，方便从太空进入到大气层。包括尾翼和舰桥的雷达天线也会折叠收起，尽可能以最佳形态来进行空降，从而避免空降过程中与空气摩擦造成损毁。当要抵达地面进行着陆时，内置舰体内部的起落架就会显露出来，来使白色基地稳稳地停放在地面上，并支撑起白色基地的船体不与地面直接接触。接着是舰桥内部跟其他战舰有所差异，整体布局基本是围绕一圈进行设置，除去舰长和2名操作员的位置处于中间之外，其他人员的位置均围绕在周围。值得一提的是，白色基地舰桥内部的空间显得要比其他舰艇宽敞，所以在除了操作舰艇运作之外，这个地方还能临时作为会议室使用。然后就是白色基地前端2个像大腿的突出部分，这个部分就是存放机动战士的格纳库，每个部分可以存放3架机动战士，一共满载6架机动战士，可以跟白色基地进行协同作战。作战模式与吉翁的姆赛级轻型巡洋舰一样，6架机动战士和白色基地组成作战体系，在进攻和防守2端就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像这样的作战体系一旦在联邦军中推广，那么在下一场战争当中，联邦军必定会给予对手吉翁强而有力的回击。特别是白色基地预定搭载的机动战士是来自联邦军 V 计划里的机动战士高达，这一型机体从各方面性能都超越了吉翁的机动战士，可以预见一定会成为联邦军扭转战争形势的关键力量，所以联邦军对此十分看重。就
就在所有的开发工作全部完成了以后，联邦军便派遣了这艘新锐战舰白色基地前往 Side 7位置的殖民星进行接收，而这个接收任务就交付给了刚从预备役回归的保罗·卡修斯上校。于是保罗·卡修斯上校就这样成为了白色基地的舰长。虽然保罗舰长显得比较年迈，但是依靠自身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过硬的专业技能，保罗舰长定能胜任此次接收高达这一重大任务，而这也正是联邦选择他来担任舰长的重要考量之一，相信他能够安稳地将高达送回地球。此外，还有2个关键人物也搭乘了白色基地一同前往 Side 7殖民星，而这2人分别是布莱杜诺亚中尉和提姆雷。提姆雷之前就有提到过，他在战争开始前就一直负责秘密进行微计划，很早之前就带着自己的儿子阿姆罗雷来到了较为偏远的 Side 7殖民星开展高达的开发工作。尽管此时的殖民星还处于建设之中，显得比较荒凉，但已经配套基本的基础设施，可以长期生活。于是就这样，阿姆罗雷在这里居住了下来，接着跟其他同龄人一样开始上学和生活，而至于自己父亲来这里的具体原因则毫不知情。然而有一天，阿姆罗雷无意间进入到了父亲的房间，结果就看到了高达的资料，然后他便没日没夜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研究，打算将高达的秘密彻底解开。但是这些资料不足以了解高达的全部信息。正当阿姆罗雷一筹莫展之际，他的同学凯西汀突然间组织了一群人前往 Side 7开发区进行探险，并强行让阿姆罗雷也加入到了他的活动。由于开发区正是研发高达的秘密场所，所以提姆雷告诫过阿姆罗雷不可以前往。不过此时的阿姆罗雷想知道高达的秘密，于是做出决定顺从凯西汀，就这样与凯西汀等人一起搭乘工程车前往了开发区。然而开发区已经是联邦军的军事禁区，设有严密的保护措施，防止外人进入。在发现有人强闯禁区后，立马启动了防卫武装，结果工程车被彻底打爆，失去了动力。阿姆罗雷和凯西汀还差点因此丢了性命。紧接着他们就被联邦军的守卫部队控制，在查明身份后，联邦军对所有人进行了狠狠的修理，只有阿姆罗雷因为是开发主任儿子的关系，在被守卫认出后得以免于惩罚。之后所有人送到学校进行了警告，才让这场强闯开发区的闹剧结束。不过阿姆罗雷没有就此放弃，又找了个时间单独前往了开发区。这一次为了进去，直接向门卫透露出了高达的信息。很快联邦军的相关负责人在得知有关情况以后，便派人前往了阿姆罗雷的住处，将有关高达的资料进行了处理。而阿姆罗雷依旧没有得到高达更多的信息，在无奈之下只好离开了开发区。虽然返回到家中后又再次大吃一惊，但是他已经无能为力继续进行下去，只能是看着被搬空的房间，最后选择不了了之。然而阿姆罗雷与高达的命运不会就此中断，毕竟联邦与吉翁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也就在联邦拒绝了吉翁的停战条件，使得新一轮的战争高潮就此开始后，这才让阿姆罗雷与高达的命运齿轮再次波动。于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浪潮，跟着白色基地降落在 Side 7的那一刻，以前所未有之势向着所有人扑面而来。